如果你身边有天秤座，或者你自己就是天秤座，那你接下来听到的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忘掉那些关于优柔寡断、选择困难、老好人的陈旧标签吧。今天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一个关于天秤座散发着自信、力量，甚至是领导力的秘密。嗨，我是舒晴。在过去这些年旅行和写作的过程中，我遇见了好多的人。我慢慢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某些星座的人，他们生命里的光与暗，那些反复上演的情感模式，真的好像被写在星盘里一样。而天秤座可能是我见过最被误解也最迷人的一个。人们只看到他们的和蔼可亲，却常常忽略了这份温和背后其实蕴藏着一种巨大的人生祝福。今天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跟你聊聊我观察到的关于天秤座的秘密，揭开那些证明了成为天秤座本身就是一种祝福的25个理由。我们从一个最广为人知的定义开始，天秤座是爱人，不是战士。这句话你一定听过，它描绘了一个温和、优雅、追求和平的形象。但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他们真的只是爱人，那股让你在人群中无法忽视他们的强大气场，那种不动声色就能影响局势的影响力，那种让身边的人不自觉向他们靠拢的力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恰恰是解开天秤座所有秘密的第一把钥匙。要理解这把钥匙，我们必须先潜入天秤座的底层操作系统。他们的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一个祝福，就是对美与和谐的极致追求。听到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颜值控，不，那太肤浅了。对天秤座来说，美是一种深刻的、贯穿生命所有领域的人生哲学。我喜欢把每一个天秤座都想象成一位内心住着极其挑剔的人生艺术总监。这位总监每天24小时都在工作，他不仅仅审核你的穿着打扮、家里的装潢布置这些视觉美术，他更在意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无形之美。一场对话，在天秤座的艺术总监看来，就像一部电影的剧本。这段对白写得好不好？有没有智慧的火花？情感的流动是否真诚顺畅？如果一场对话充满了抱怨、指责和负能量，那在这位总监眼里就是一段丑陋的剧本。他会立刻喊卡，让天秤座本人想尽办法逃离现场。一个朋友聚会，在总监眼里就是一场戏的氛围曝光。现场的气氛是轻松愉悦的，还是紧张尴尬的？人们是互相欣赏，还是暗中较劲？如果氛围不对，哪怕现场再热闹，天秤座也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感觉自己像坐在一个打光失败的、充满阴影的舞台上。而最重要的是亲密关系的选角。跟这个人在一起，我的人生这部电影是会变成一部浪漫的文艺片，还是一部狗血的伦理剧？它为我的生命带来的是和谐的配乐，还是刺耳的噪音？你看，这就是天秤座的底层代码。当一段关系、一场对话、一个生活空间，如果缺乏这种美与和谐，如果不能让他们感觉到灵魂的滋养和秩序感，他们内心的那位艺术总监就会拉响警报。他们的反应不是去战斗，不是去争吵，而是默默的但无比坚定的选择离开。他们宁可不要，也绝不将就。所以外界看到的犹豫不决，很多时候只是这位艺术总监在反复比对权衡，想要找到最符合他内心美学标准的那个选项。这份对品质的极致坚持，看似不近人情，却是他们的第一重祝福。它像一个最高级的滤网，自动过滤掉了那些会消耗他们、拉低他们生命品质的人事物，确保最终能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那些真正能让他们灵魂发光的存在。
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一个对美有着极致追求的灵魂，一个行走的艺术品。但如果我告诉你，在天秤座那优雅得体的微笑之下，其实藏在一个充满挣扎、矛盾，甚至有点阴暗的内心世界呢？这就是他们被误解的根源，也是他们进化的动力。比如原文有一点非常有趣，说天秤座的心里可能偷偷讨厌着某个朋友。这听起来很虚伪，对吗？但真相是，天秤座是一个极度需要能量边界感的星座。他们就像一个功率精密的仪器，任何不和谐的频率都会干扰他们的运作。他们的反应不是去战斗，不是去争吵，而是默默的但无比坚定的选择离开。他们宁可不要，也绝不将就。所以外界看到的犹豫不决，很多时候只是这位艺术总监在反复比对、权衡，想要找到最符合他内心美学标准的那个选项。这份对品质的极致坚持，看似不近人情，却是他们的第一重祝福。它像一个最高级的滤网，自动过滤掉了那些会消耗他们、拉低他们生命品质的人事物，确保最终能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那些真正能让他们灵魂发光的存在。听起来很完美，对吧？一个对美有着极致追求的灵魂，一个行走的艺术品。但如果我告诉你，在天秤座那优雅得体的微笑之下，其实藏着一个充满挣扎、矛盾，甚至有点阴暗的内心世界呢？这就是他们被误解的根源，也是他们进化的动力。比如原文有一点非常有趣，说天秤座的心里可能偷偷讨厌着某个朋友。这听起来很虚伪，对吗？但真相是，天秤座是一个极度需要能量边界感的星座。他们就像一个功率精密的仪器，任何不和谐的频率都会干扰他们的运作。当某个所谓的朋友不断散发负能量或者越过边界时，他们不会当面撕破脸，因为战争本身就是丑的。他们会选择在内心默默地拉开距离，像关上一扇门一样，来保护自己内在世界的和平与秩序。那不是讨厌，那是一种不为人知的自我保护。还有，你一定见过这样的天秤座，他们能给朋友提供最理智、最周全、堪称完美的建议，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常常一团乱麻，根本不听自己的建议。这又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平衡的化身，他们太能看到事情的两面性了。在看别人的问题时，他们可以像一个客观的法官，清晰地权衡利弊。但当自己身处其中，每一种可能性都伴随着真实的情感和后果。他们那该死的追求完美的艺术总监又开始工作了，想要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而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方案呢？最让人抓狂的一点是，他们常常渴望掌控局面，想要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但当你问他们，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方式的时候，他们又会陷入迷茫。这份矛盾其实是天秤座力量的淬炼过程，这不是混乱，而是他们在不断的自我对话，在激烈的权衡内心的天平。每一次的挣扎，每一次的自我怀疑，都是在为最终那个更接近真我的选择积蓄能量。所以各位天秤座，关于这一点，你们认同吗？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内心住着两个自己，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或者你身边的天秤朋友也是这样？在留言区分享一下你的故事，我想听听。正是这些不为人知的内在挣扎与权衡，才最终淬炼出了天秤座那种真正温柔而强大、无可抗拒的终极力量。这份力量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绝对的忠诚，这是一种近乎承诺的品质。他们是那种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把后背交给他的人。原文里有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深受触动。他说，无论是凌晨1点还是4点，只要你在乎的人打来，天秤座一定会接。亲爱的，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现在是凌晨4点，整个城市都还在沉睡，你的世界却在一瞬间天崩地裂。
你拿起手机，通讯录从头滑到尾，你犹豫着这个时间打给谁不会被埋怨，打给谁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而不是敷衍。最后，你颤抖着拨通了那个天秤座朋友的电话。嘟声只响了2下，电话那头传来的不是被吵醒的不耐烦，而是一句带着浓厚睡意但无比清晰的“你还好吗？”就在那个瞬间，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温暖，那是一种被坚定选择的安全感，是一种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在的承诺。这就是天秤座力量的基石，一种在关键时刻绝不让你失望的可靠。而这份力量的第2部分，也是最致命、最核心的部分，是心智的诱惑。天秤座通常都拥有非常高的智商和深刻的洞察力，但他们的力量不在于用智商去碾压别人，而在于用一种温柔的魅力和智慧，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深深的吸引和说服。这就引出了那句我认为完美概括了天秤座所有魅力核心的终极通关密语：诱惑我的心智，你就能拥有我的身体；找到我的灵魂，我将永远属于你。这句话就是天秤座的终极筛选机制。让我们来描绘2个场景。场景1，你在一家极其昂贵的餐厅和一位外表堪称完美的对象，他像是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的模特，每一个细节都精致的无可挑剔。然而，整晚的对话，他谈论的只有名牌、跑车和他又成交了多大的生意。你礼貌的微笑、点头，但你感觉自己的灵魂正在一点点的缺氧。你看着他完美的侧脸，心里想的却是，这真是一个漂亮的但空洞的笼子。这顿饭你吃得无比漫长。场景2，深夜，你和另一个人在街边的大排档吃宵夜，或者只是在打一通跨洋的电话。这个人可能其貌不扬，穿着随意，但你们从黑洞聊到印象派，从最近看的冷门电影聊到童年最糗的一件事。他能接住你所有的梗，能听懂你没说出口的叹息，能在你洋洋洒洒表发一通观点后，用一句话点出你真正的核心。那一刻，你感觉自己好像被一道光点亮了，你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你的心跳在加速，你感觉自己不是在对话，而是在和另一个灵魂共舞。你觉得这个夜晚太短了，看到了吗？这就是天秤座，他们可以用1秒钟去欣赏你的外表，但会用一辈子去回味那场让他们大脑和灵魂都为之站立的对话。所谓诱惑我的心智，就是第2个场景。那是一种被理解、被激发、被挑战的快感，是一种脑内高潮。而所谓找到我的灵魂，就是在他面前，你可以展现你所有的矛盾与挣扎，而他不但没有跑开，反而觉得这一切都让你看起来更加真实和完整。当一个人能同时做到这2点时，天秤座就会交出他们最珍贵的东西，那份凌晨4点也一定会为你而接的绝对的忠诚。这份由忠诚和心智诱惑组合而成的力量，才是天秤座真正的无可抗拒的祝福。他们不是战士，但他们能用智慧和温柔赢得最重要的人心。在我们探讨了这么多深刻的灵魂连结之后，让我们来聊一个比较轻松有趣的彩蛋，这也是天秤座的一种祝福，一种非常酷的祝福。原文第5点说，天秤座几乎能与任何星座拥有美好的性关系，这有多酷？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轻浮，但背后其实也藏着天秤座的核心天赋。因为他们追求和谐的本能，让他们在亲密关系中也极其擅长去感知和配合对方的需求与节奏。他们不是自私的索取者，而是天生的共舞者。这种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和魅力，让他们成为了传说中的万能情人。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一个总结。这个有趣的彩蛋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天秤座的核心天赋。
他们是天生的关系的建筑师，他们是爱人，不是战士。他们懂得沟通的艺术，懂得妥协的智慧，也懂得发自内心的去欣赏和感激他人的每一份努力和付出。在他们的世界里，最好的胜利是双赢。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成为天秤座真的是一种祝福吗？我的答案是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天赋、犹豫、对美的追求、对关系的挑剔、对心智的迷恋，所有的一切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建立和维护一段段美好的、深刻的、和谐的关系，无论是友情、爱情还是亲情。而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吗？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有让你更懂天秤座，或者更懂你自己，请一定给我一个赞，也别忘了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会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关于12星座那些不为人知的深层秘密。你知道的，像这样掏心掏肺的内容，很容易因为过于深入而被下架。所以在它消失之前，赶快分享给那个你最在乎的天秤座吧。